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7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这一周是无锡马拉松的比赛周，还有另外几场。大河源先生这周末要去跑德岛马拉松，还有这边认识的一位先生也要去。今年这个天气邪了，现在才5度。你们看这个云，昨天下了一天雨，还没下透。看，我现在在 NHK 大阪历史博物馆，还有大阪府的警察本部，看没？那个酒店是新盖的，就新修的，装修的，不是新盖的，应该景色挺棒的。然后这一片商圈还没开始营业。那天我跟家属跑步过来，看这边有一个精酿啤酒，不知道开业以后会怎么样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位神奇跑者。在这之前呢，今天我的小课表是20个1分钟快慢，因为最近比赛加受伤，我对自己训练要求不够严格。反正无锡是挺热的，而且本身无锡也不是我的成绩目标赛事，所以要恢复训练。当然又不想练30个，因为后天又是合练的时候。加油吧！我们到了3公里就手动开始，我热身都设置自由模式，手动开始。准备啊！好，第一组，哎呦！看这风跟秋天似的。3分28，可以。一会儿我们天亮点，一般这种就是第一组会稍微的收着点，像有时候训练受伤，其实一开始比最后累了的时候更容易，或者这么说，是节奏变化的时候最容易。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这位神奇跑者的故事。小伙伴们，还有最后一组。今天因为是20个，所以就没有再调整。最快的一组3分10，平均配速好像是第10个。但是就像昨天我会员节目说的，确实这个疲劳期，一场全力以赴比赛以后的疲劳期，有时候不一定是身体的，是心理的。最后一个逆风走，按到，按到。3分10，还是那句话，
不管怎么着，在训练场上，我从来没让自己失望过。第10组跑3分10让我吓坏了，我说完蛋，我说今天最后一组不一定能比这组快了，但是至少，对吧？可以。然后后边就是随意的、没有目标的轻松跑，凑个距离回家。现在已经跑了12.61公里了。把衣服穿上了，然后明天的节目里给大家放2段昨天来看世博会那个接力赛的画面，就不单剪一期了，因为昨天下午剪了一下午，发现内容不是很精彩，我拍的，所以做个集锦吧。明天就今天这个风和刮起来这个树叶，那感觉跟深秋似的。按说这都快4月份了，这儿差不多应该和上海差不多才对，这感觉比北京都冷了。可能在北京那天下大雪，真棒。我从小特别喜欢下雪，后来跑步之后呢，我好像只有1次因为下雪没有，就是早上出门又回家了。但是那天是我们节目的开端，那天后来早上起来天亮了，我去了朝阳公园拍了这个类型的第1期。所以有的时候买东西是个好事儿，就是因为那年双11我看 Insta360 Go 2便宜，我就买了一个搁手里拿着就觉得烧得慌，就说必须得出去拍。那天那雪特别大，朝阳公园也不行，但是还是拍了。所以有时候一个选择决定未来好多事情。今天咱们讲一位神奇跑者的故事。昨天我们俩聊，后来我问他，我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方便吗？他说方便。我说那可以给我看看从去年12月到现在的训练数据吗？大概就行，跑量就可以。他说 OK， 就发了我一些。去年的8月20号，我们在大阪城第一次见面，是一位上海在高雄生活的一位先生，也30多岁。当时见的时候还微微有一点小肚子呢，刚刚减肥成功，跟我说目标要跑进3小时30。后来台北马拉松他跑了2小时50多，好像比我慢一点点，在我后面一点点，所以可能是2小时52或者是多少，我现在具体记不得。那是他的好像是第1场马拉松，对的，第1场马拉松。而且我现在放一个数据，就是2024年他的全年数据。2024年他只跑了2400公里，但是据我所知，从秋天开始基本都是500公里以上，400公里以上一开始可能是，所以他刚刚开始认真跑步没有多久，距离台北马拉松2小时50多是刚刚开始跑步可能1年。而且他原来也是个胖子，也差不多80-90公斤，不过可能跟他的自驱力和自控能力是很有关系的。他跟我讲他的饮食，我觉得我做不到。可能我当年就是最极端带引号的极端的时候，106斤就是53公斤，那个时候我能做到，现在我做不到。他现在处在一个上升期。之后上个月他参加了一场也是台湾某一个地方的小比赛，奖金还不少，他拿了第3名，前3名有奖金，好像合人民币差不多上千了，也是2小时，差不多2小时50的样子，2小时50上下。然后就在昨天万金石马拉松，小伙跑了2小时46，而且给我看了分段成绩，几乎没有掉速，一点点。
然后他给我看了从台北马拉松，就是2024年12月15号到现在每个月的跑量，我都贴在屏幕上，包括刚才那些我也都贴在屏幕上，大家没看的可以倒回去看一下。我没有问他具体的训练细节，但是他有时候早上起来会跟我聊两句，说今天是什么，明天是什么。他绝大多数的训练基本都是比较长的，要不然就是阈值，要不然就是长距离，或者是轻松跑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处在那个阶段，大概是我2022年那个阶段，或者是2021年那个阶段，就是跑特快，又有量又有速度。我那个时候是500公里一个月，平均的这一个月整体下来的平均配速差不多4分20。他现在是550公里一个月，整体下来每个月的平均配速是4分20。它是一个很快的上升期。我不是说让大家一定都这样就能出成绩，我只是说这种东西有些事情是巧合，有些事情是努力。并且我说到这儿，我先提醒大家一句，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唯心的，就不是说我想，我有毅力，我有时间就可以的，真的不是的。就是每个人的，我想一个月跑800公里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那个恢复能力，我没有那个，就是肌肉也承受不了。他能承受得了，说明他是适合这样的，并且努力了。就这真的不是说我吃了什么你没吃我就能500，我不吃我就只能300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能500的人不吃某些东西，他也能500。好，就是马拉松训练的好些东西是锦上添花，或者大多数东西都是锦上添花，只有努力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雪中送炭。这绝对不是一期打鸡血的节目，我就是分享一下，我觉得我特别开心，我看到认识的朋友能拿下这种成绩，这种进步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昨天我惊讶了一个下午，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正好我在吃午饭跟家属，我们俩特开心，看着说这真的太厉害了。再说他为什么平均配速快，是因为他在一个上升期，就是一直在有进步。我那时候也是刚开始规律的晨训，刚开始把跑量加到300、400、500，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，然后要创造什么成绩。到那个意思啊，这个是我的观点，跟大家分享神奇跑者的故事。然后我也见过很多就是观众，有的有联系，有的后来没联系。其实在普通人看来，绝大多数可能300公里是个坎儿，那时候对我来说也是300公里是个坎儿。我觉得怎么可能呢？我记得我过了300公里之后，突然觉得好像也不过如此。但是400公里真是个巨大的坎儿。我第一次400公里的时候是在当月的最后一天的那个下午开完会，然后我说我还差4公里，我就出门了，从我们家跑到三里屯再绕回来，正好4公里。那天想的是我千万别受伤，千万别受伤，因为你这个不光是你能不能恢复，关键是跑多了还容易受伤呢。有时候就是你跑多了肯定10有89会受伤，这真的没办法。有时候挺沮丧的。我昨天跟王先生说的是，今年努力不要受大伤，明年就冲击240了。然后他给我的反馈是，感觉速度不够用了。这跟我当时的想破240的时候感觉很像，就是我的巡航速度，或者说我能驾驭的速度达不到那个配速，但是呢，我在我能驾驭的速度下呢，是很稳定的。就等于说你就差那一点儿，可能就差3秒、5秒。如果你的舒适配速再往上提3秒，就破了。但是这3秒可就难了。我现在的经验是，我从
那天我发了一个社交媒体打完马拉松的正式版的证书出来，我说从2021年的5月，我动了240的念头，到我真的实现，我跑了几乎4年。这4年差不多每年至少是5000公里以上，不一定每年都能到6000，但至少是5000以上。差不多用1万多公里换来了这几分钟。可是那个时候的2小时44，到现在的2小时38差6分钟，360秒，40公里，对吧？9秒的平均配速，9秒多不到9秒。刚才录一半，相机没电了，就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一位神奇的先生，和我们去年有幸我认识他，然后我们互相在一起鼓励，并且在一起参加了一场马拉松，后来分享一些经验，就这么个故事。因为我真的评判不了，我翻尽了我脑子里所有的想法，我也觉得我没办法负责任的去说这件事情我的观点，或者是我认为的原因，这真的做不到。我只是说，就他现在的跑量和训练水平这个事情，是他这个成绩的原因，也更是这个成绩的结果，而不是说我跑到了500公里一个月，我有了这个成绩，而是我能跑500公里一个月，所以我有这个成绩。但是真的对初跑者或者刚跑2-3年的小伙伴，我不建议盲目尝试。我说句大实话，如果您跑了2-3年没有跑到一个很高的跑量，说明您跟我一样，我们就是个普通人。我跑了6年，跑到了王先生现在1年的跑量、月跑量和月强度。我跑了7年，不对，我跑了6年，跑到了王先生1年的成绩。我是个挺能逼自己、挺能吃苦、挺喜欢跑步、挺努力训练的人。2018年、2019年在新加坡，我每天只吃270千卡的热量，为了控制体重，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，5点多趁着天不亮，因为太热了就出去跑步。虽然那时候跑得少，但是并不是我故意跑得少，是我真的只能跑那么多。我记得在东海岸看着日出，特别热，20多度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跑个6公里，跑到6公里就已经恨不得舌头就得往外伸着耷拉着跑了，热的我又热又累，就每一步都没有劲儿。你说我想跑500公里一个月吗？那个时候我肯定想啊，我要真能跑500公里一个月，那我得每天都发无数的截图显摆一下。我说我太厉害了，那会儿年轻，虚荣心又作祟，就在这个情况下我都做不到，真没办法，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。烘焙店开门了，刚才还有排队的。这边好多烘焙店的面包，在我看来有点甜，所以我也只吃吐司。行吧，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故事，好不好？这周是个比赛周，大家如果把周末的比赛当成要冲成绩的目标比赛，这周就要调整了。但是无锡这周应该是挺热的，大家做好心理预期就好。3月17号星期一清晨训练结束，
还是凑足一个半程马拉松，一共是1小时39，平均配速4分42，运动表现良好，训练负荷中等，有氧效果提高，无氧效果维持。我给自己的评价状态是适中，最快的配速1圈的配速是3分10，但我今天的1圈是1分钟，20个1分钟快慢。大概在第10组和最后一组顶到了最高速度，最高的心率顶到了180。所以还是这句话，在训练场上我还是从来没让自己失望过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心理疲劳是个事儿，我很少这么经历，其实也未见得真的是多大消耗，就是我总说人生总是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，可能一个事情或者一个选择就开启了下一个阶段。但是我觉得通过去年这一年我的训练和成绩，我又摸索出了一些心得。今年过了春季这个赛季，进入夏训，试一试，调整一下我的训练逻辑，到时候慢慢来。因为一到夏天这边训练挺难的，我现在的记忆里，去年夏天就不停的在那个喷水池那喝水的过程中，今年上强度，看看在今年是我人生的第40年，看看能顶成什么样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